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幸福到万家播出，好评如潮。赵丽颖打开乡村题材的流量密码。由赵丽颖主演的《幸福到万家》终于在网友的千呼万唤中播出了。这部剧当初也算是未播先火，自打该剧开机后，话题度就一度居高不下。毕竟这部剧也是一直被网友标榜为内娱顶级流量花赵丽颖的转型之作，分分钟将网友的期待值拉满。该剧播出后也是不负众望，不仅在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双台联播，并一举夺冠，拿下首播卫视收视第一。作为一部农村现实生活剧，《幸福到万家》讲述了赵丽颖饰演的何幸福嫁到万家庄，在婚礼中，何幸福的妹妹被闹婚受辱，情急之下，幸福砸伤了村支书万善堂的儿子万传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村里见宝剑品厂要征用幸福婆家的耕地，幸福勇敢与万善堂对簿公堂，最后得到合理补偿。后来幸福生孩子大出血，万善堂组织村民献血，救了幸福的命，幸福万分感恩。不料他之前寄出的举报信却引来了纪检人员，万善堂生气发病，引起村民的众怒，幸福俩口子不堪压力，进城打工。在城市生活中，幸福和丈夫冲突不断，婚姻亮起红灯。幸福回乡办民宿，带火了万家庄的旅游产业。不料宝剑品厂污染案发，幸福再披战袍，带领村民跟利益集团勇敢抗争，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拥护。万善堂主动让贤，幸福当选万家庄新的带头人。虽然该剧收视登顶，但前2集的戏份也是看得观众血压飙升。第1集的婚闹戏份直接将戏剧冲突拉满，前1秒还是高高兴兴的结婚喜事，后1秒镜头一转，意外就来临了，新娘子的妹妹被婚闹羞辱。幸亏赵丽颖饰演的何幸福发现不对，冲过来拿起板凳就给带头婚闹的万书记儿子当头一砸，才救下了被羞辱的妹妹，由此也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虽然故事看得人很生气，但是该剧对于农村婚宴的拍摄简直不要太逼真，这一幕幕农村结婚吃席的场景真的和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农村婚宴一模一样。还有何幸福的新娘婚纱以及妆发，和我们普通人的结婚打扮简直没什么两样。不得不说，该剧对于农村婚礼的拍摄太绝了，对于农村的烟火气拍摄的实在是太到位了。赵丽颖作为娱乐圈的顶流女明星，这次饰演的何幸福与以往她在剧中的形象截然不同。之前她所饰演的被观众所津津乐道的角色，如《陆贞传奇》中的陆贞、花千骨中的花千骨，以及楚乔传中的楚乔，还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红的盛明兰，哪一个不是温婉大气美如画？而这次她在《幸福到万家》中饰演了一个勤劳勇敢、正直坚韧的农村媳妇，真的是让观众眼前一亮。一直都很喜欢赵丽颖，她的剧也一直都是心头好，因为在她的身上总能看见一股坚韧不服输、敢打敢拼的劲，这是非常能打动人心的。希望该剧能够随着剧情的发展，收视能够再上一个顶峰，同时也希望幸福能够到达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拼搏奋斗的人家中。幸福到万家细节拿捏，何幸福相册里竟然有赵丽颖早期剧照。由赵丽颖主演的《幸福到万家》开播后，热度与口碑都表现上佳。作为85花中的顶流，赵丽颖因为这部剧的热播，其扛剧能力也再次被印证。农村现实题材加女性主义，让《幸福到万家》不同于赵丽颖此前拍摄过的各种仙侠剧和小甜剧，而赵丽颖要在剧中演绎出新时代面貌之下的农村新女性，难度自然也是有的。不过好在剧集的幕后制作班底堪称极佳，导演郑晓龙、编剧赵东陵二人近年代表作分别是《甄嬛传》和《警察荣誉》，都是口碑与热度俱佳的高分作品，强强联合，自然是让《幸福到万家》具备了爆香。而看过了前几集的观众，
则表示剧集最大的看点莫过于真实和幸福的一场乡村婚礼，就还原的十分有烟火气，一眼看不到头的流水席、鸡鸭鱼肉等真材实料统统安排上，一整桌菜看着就香。而且以一场婚礼作为故事的开端，将农村中婚闹、排挤外姓人等等各种问题全都通过镜头展现出来，众生百态，人情世故，让观众自然沉浸其中，代入感满满。当然，除了接地气的，剧中一些细节的拿捏，也让观众看到了这部剧的用心之处。有眼尖的观众发现，在《幸福到万家》中和《幸福摆在家中》的相册里，竟然存放着不少赵丽颖早期的剧照，有她在《金婚》中饰演的童多多剧照，也有她在《加油吧！实习生》中饰演的宋暖剧照。如此微小之处的拿捏，让不少人都慨叹，导演真的是细节控了。虽然不过是看似不起眼的背景道具，却能让人看出的确是狠狠花了些心思的。这些早期剧照将赵丽颖小时候的青涩感完全呈现出来，没有脱离演员本身，更让观众有充分的代入感。看着这一张张照片，就仿佛看着剧中的何幸福长大一般。细节的把控足以看出幕后班底对这部剧的细心打磨。其实，从目前播出的几集来看，《幸福到万家》故事情节紧凑，尤为接地气，每一个镜头的设计都极具深意。剧中的一众主演们表现亦是可圈可点，尤其是女主赵丽颖抛下了偶像包袱，演绎起现实之作，也给观众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效果。相信在后面的剧集里，大家会发现更多惊喜。最尴尬的感情莫过于明明对你万分喜欢，却处成了知己。这世上最好的感情，首先是一对彼此欣赏的知己。但我却想要的更多，我怕自己说出口的话，会让我们连朋友也做不成了。谢允对周斐说过一句话，一句让周斐终生都无法忘怀的话：阿斐，当你长大成人，所有扶住你的手都会慢慢离开，你的自己走过无数的坎坷，你觉得自己的命运悬在刀尖上，每时每刻都不能松懈，但你可知道，这已经是世上最大的幸运了。谢允不光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也是他的引路者，让他从一个涉世不深、喊打喊杀的小丫头，变成了闻名遐迩的一方侠女。谢允喜欢周斐，很喜欢的那种，愿意以命相搏、肝胆相照的那种。他为了他放弃了很多的东西，这也许就是若心中爱一个人，身边的任何东西都会失去颜色。我愿为此放弃一切，只会博红颜一笑，此生相随。01初相遇，已心动却不能言说。谢允是一个身世可怜之人，他无牵无挂，没有亲人，四处漂泊无依。但是他的身世背景让他无法孑然一身。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只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活住，或四海为家，或行侠仗义，但是一定不能这样虚耗时光，等住自己的死去的那天到来。阴差阳错，他遇见了周斐，这个48寨的当家人的女儿。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姑娘？她没有一般姑娘的知书达理、斯文秀气，甚至连一般姑娘喜欢的针线刺绣，在她身上也未看见分毫。她整日握住一把刀，天不怕的不怕，喊打喊杀。这与谢允之前见过的姑娘都不一样，她有些心动了。但是她明白自己的身世或者身体不允许她去亏欠一个姑娘，所以这份感情终究是要藏在心里。这世上总有一些迫不得已，让你把一些心意深埋心底。02再见时，你不知我有多欣喜。谁也没想到，命运造化弄人，两人在地牢中相遇。周斐救出了谢允，还有其他受困的人，两个人就此踏上了行侠仗义之路。越相处，谢允就越喜欢这个喊打喊杀、骨子里满是正义感的姑娘。虽然她一点都没有姑娘的样子，但是在谢允的心中，
规规矩矩的大小姐不如眼前的那个假小子顺眼。他见周斐的刀丢了，便去打了一把差不多的刀送给他，希望他能喜欢。然而刀还送出去，周斐和楚楚就失去了音讯。谢允从未如此惊慌失措过，他日思夜想，担心不已。他甚至想不顾安危去找周斐的存在。原来失去一个人的音讯是这样的感觉，见不住他的面，就像失了魂魄似的。如果可以，我愿以命守护他，让他无忧无虑，让他此生喜乐平安。谢允有多喜欢周斐，可是这一切周斐知道吗？03，我是喜欢你，但是你能不能别把我当知己？周斐为了一个交代不惜想豁出性命去保护别人，然而谢允却很生气地质问他，是交代重要还是性命重要？周斐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交代重要。谢允内心莞尔，他们二人如果不能成为恋人，倒是一对很好的知己，因为彼此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因为谢允多次救他，周斐不自觉地在内心想到，这货全身透著古怪，但是我却依然能毫不顾忌地相信他，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周斐呀周斐，那是因为谢允喜欢你，很喜欢的那种。他从不对你设防，内心永远都在考虑你的安危和处境。这样一个对你全心全意的人，当然会让你感觉到信任和安全感。谢允依然隐藏住自己的小心思，他不敢轻易表达自己的心意。他的顾虑实在是太多了，自己的身世处境，自己中毒的身体，还有没有能力保护他，给他一个幸福的未来。谢允考虑的太多了，但他更担心的是，自己一旦说出口的话，如果让周斐误会，两个人说不定连朋友都做不成了。这是他最不愿意面对的局面，所以有些话他只能藏在心底。有些人在一起，从知己变成了恋人，可有些人明明是恋人，却相处成了知己。我喜欢你，但是现在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我不能告诉你，是怕会吓跑你，然后再也找不到比你更让我心动的人。没有什么能阻挡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的决心，也没有什么能改变一个人爱一个人的勇气。这世上有很多的可能，就有很多都不可能。希望我们都能得偿所愿，收获那一份珍贵的可能。